連隊長、敵が迫ってきて、挺身部隊と羽毛の残党は移動されました。援護部隊は半期完了。命令素早く戦闘庫へ向かおう。はい。長官、敵の騎兵部隊が約70人現れた。ライフルの射程距離以外で選抜部隊を乗り越えた。その道具へ急ぎました。敵の指揮官はよくやったねこのイボ。が運命は変わらんぞ。我々の経過はどうですか？戦闘庫の射程外に有利な地形を探してくれ。工事を築き救援を待とう。はい。足で進め。はあはあ。师长，师长，怎么了？孙玉林的部队从前面打过来了。这个卖国贼，他居然公然投敌！他们有1000多人，手里有迫击炮，还有重机枪。我们的部队人数太少，很难守住。他还叫嚣着要让我们投降，接着周边。命令两侧山头2个排，不惜任何代价，给我坚守1个小时。是。留守的一个连马上集合，掩护架舰向后山撤离。是。带上周县长还有他的警卫班，别忘了告诉刘百松还有战团长，敌人有可能是调虎离山，马上撤到山区。是。敌人放弃占领省头部了。不光是放弃，还避开了我们的火力。我们在这里对围攻的部队起不到任何的作用。我们赶紧下山去参加战斗吧。虽然说我们在这里不能支援对山崖村的围攻，但是我们可以扼守公路。2位区长，我现在非常担心这是山崖村的阴谋。先生，你具体给说一说呀。你们看啊，那不远处就是一条公路，这条路应该是通往金浦铁路线的。如果敌人从那边调集快速部队，很快就会抵达这里。而我们呢，要是离开了山区，那敌人一旦进攻咱们几乎是无处可退的。咱们宁可呀，把山下村想的是更狡猾、更阴险才行啊！我之前听向前跟我说哈，派一部分部队啊缠住我军，再用远处的快速部队突袭，这是日军的惯用战术。对，如果这是山崖村的计划，那么他就是打算调虎离山，彻底消灭我们和齐梦龙的部队。于先生，现在又怎么办呀？哎，军事上我们听你的。这个骑兵在山上呀，起不到应有的作用。我打算只留下1个班，在下面那个小高地做疑兵。我呢，带着大部分人隐蔽下山，埋伏在公路边的树林里。如果敌人真的派快速部队来了，我们就等他们刚下车，立足未稳，冲杀出去，给大部队争取撤离的时间。所以麻烦2位区长下山去找柏松，建议他一旦不能迅速结束战斗，就主动及时撤离。其实北松啊，不是考虑不到这些风险，他就是太想灭掉山下村了。好不容易给困住，你让他撤出来，这对他很困难。我去说也不太合适，他总是觉得我是一个不懂军事的人，他不喜欢我在这指手画脚。王玉，你去说合适，我觉得效果会更好。白松有能力也比较自信，但是他聪明，能辨出对错，私下说也许会好一些。哎。这个骑兵班你给我留下吧，我在山上坚守，好不好？行，齐峰，我呢给你留挺机枪，配合我们在山下攻击敌人。好，但是记住啊，看到我们撤离，你们一定要跟上。好。师座，师座，前面山沟遇到的敌人阻击，是李少棠的部队。这些狗汉奸，真是想要把咱们赶尽杀绝。传令下去，占领前面的回马岭，坚持到天黑，想办法突围。是，所有人加快行进速度。派第2梯队上去，一定要把鬼子打下去，突破敌人的防御。同学，到，打信号弹，干！
機団の分隊、次の第2集団に対して阻止射撃を。はい。テロ部隊、プレイ。酒井、君の予備隊を派遣しろ。その前に演弾を投げつけてくれ。煙弾か。毒ガス弾持っていますよ。現世の風向きはふさわしくね。毒気弾を発射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い。今演弾なら同じく1個かがあるかもしれない。はい、かしこまりました。毒气弹！毒气弹，快撤！快撤！进攻失败，部队退下来了。我方战场指挥官完全没有判断能力，那是发烟罐，根本不是毒气弹。日军都没有戴防毒面具。二梯队没上去，他们也坚持不住了，退下来也好啊。大宋，王玉，你怎么来了？我有几句话想跟你单独说一下。我现在正在指挥战斗，与战斗无关的事儿，以后再说。当然是跟战斗有关。那你就说，我对友军指挥官不设防。那你别因为面子问题不接受我们的意见。我不接受你们的意见就是要面子。快说吧，我还马上组织战斗。我们在森头谷看了地形，旁边有一条公路通往津浦铁路线，我们担心敌军在那边调集快速部队来围攻我们。我们离开了山区，很难组织撤离。如果不能快速的消灭山下丛，我们建议主动撤离。说完了。多此一举，这个风险我早就考虑过了。我已经派了观察哨严密观察那条公路。你回去告诉邱家胜，僧头谷没有用了，叫他回来，带着骑兵队参加对山下村的战斗。刘副支队长，对方的建议值得考虑啊。白松，真啰嗦！王宇，执行我的命令，这次谁也别想动摇我的军心。马上组织部队，发动进攻。都打起精神！弟兄们，攻势继续加高！后面的弟兄，时刻注意情况。谁家的孩子呀？带回去。看好他，看好他。罗县长，啊，现在这个情况，你有什么对策吗？这两股汉奸之间是有矛盾的。这一点是可以利用的。嗯。能不能不喊了？看好孩子，都什么时候了？师尊，师尊，怎么样？师尊，搞清楚了，孙玉林的部队在山前，二黑头的部队在山后，两边都没有积极组织进攻，并且互相戒备。看来啊，他们没有互信。周县长。跟你说的一样。李局长，我是孙玉林啊，我们可是老相识了，都在委员长手下效过力啊。如今你走到这步田地，兄弟我十分同情啊。不如你下山接受改编，我保证你和兄弟们官衔不变，待遇比原来更好。徐师长，你别听那孙胖子放屁，
日本人才让他当个团长，他能让你当上师长？你呀，还是过我这边来吧。你别管当多大的官儿，谁能管得着你呀？你是要地盘有地盘，要钱有钱，要女人有女人。你们都别喊了，我跟弟兄们商量一下，然后派个代表跟你们谈，谁给他条件好，我齐茂王跟弟兄们就跟谁走。周县长，你们共产党够意思，收留了我跟弟兄们，可现在我真的是走投无路了。带着这些家眷，我没法打。但是你也别误会，我齐梦龙就是死也不会当汉奸。我现在只是下人投靠，一有机会，我就宰了他们，接着抗日。现在的问题是，你们怎么办？他们容不下共产党。我无权干涉你的决定，但是我要给你一个忠告：不能投靠李少棠，他是一个没有信用的人。我也这么想。但是呢，一旦你下去投靠了孙玉林，李少棠会占据高地，偷袭你们，连孙玉林一起打。我看啊，我可以给你一个建议。你说。王玉。家长啊，该说的我都说了，可是白松他不听，他让我回来传达命令，命令所有的骑兵回去参加进攻山下村。现在怎么办？命令必须服从。走，我们去找齐凤。好。李团长，我们师长想知道，下山跟了你们，我们能得到什么好处？嗨，你少给我来这一套。那齐梦龙是什么人呀？啊，他是官帽子堆里出生，金银窝子里边长大，经过讲武堂，蒋介石那老头子亲授的将军，他能跟我这个绿林好汉？我们师长啊，请您放心，他绝不会投靠李少棠。这个李少棠啊，他就是个土匪，毫无信用可言。就是啊。不过呢，孙师长，你要知道，我们要是下山投靠了你，他李少棠肯定会从后面跟上来，占领我们的制高点。我说你们是不是和孙玉林那老小子一起算计我的吧？这，嗨，李团长，哪有的事啊？你是不知道，我们师长最恨的人就是孙玉林了。都驻扎在同一个防区，在我们跟日本人鏖战的时候，这个孙玉林他不但不帮忙，他还背后捅刀子。我们齐师长综合考虑了，他说，先派少量人员护送家眷下来，部队呢坚守回马里，这还需要你孙师长派出部队从山下绕过去袭击李少棠。等咱们一起把李少棠打跑了，那个时候啊，我们才能踏踏实实的下来，投靠你孙师长啊！你别跟我耍心眼子，你还嫩点儿。老子办事就看划算不划算，这天下的事都是买卖。今天这个买卖，我看不上，我感觉要赔本儿啊！好，那李少棠早就想收拾这个王八蛋了。你们在高处火力支援，我派部队过去，一定能干翻他。那，你回去跟齐师长说，齐师长他要是愿意来找我啊，我给他留好地盘，啊，吃香的喝辣的。他要是愿意跟孙玉林那个老小子混，我们井水不犯河水，大路朝天，各走半边。怎么样？我这样够意思了吧？李团长，您的意思是，您要撤？我说你这帮人啊，
我就知道你信不过我。过半个钟头，你派人来看。我要是剩一兵一卒，我李字到这写。齐峰，哎，小陈，柏松说让我们一起去找他围攻山下村。局长，快看，鬼子的车队。通知骑兵班进入战斗准备。好，把马先拉下去隐蔽好。是，骑兵班进入战斗准备，快！王月，你去通知柏松，告诉他我们这儿呢发现了敌人增援的先头部队，然后还告诉他我们这儿的地形还不错，我至少可以保证在这儿迟滞日军1小时以上的时间，这个时间交给他来利用。利用是什么意思啊？他是行家里手，你就这么跟他说，他会明白的。好，那我现在就去。好，曹正，我们现在啊要配合松头谷的火力来阻击敌人的增援部队，掩护大部队的行动，至少要坚持1小时。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允许后撤一步。敌人有装甲车，咱能挡得住啊？日军的这个装甲车并不结实，几束手榴弹就能干掉。现在来听我部署。好。报告师长，李少棠的部队撤了，后山一个人都没有了。好，我知道了。这个李少棠还真是难以捉摸啊，行为不能预测。啊，那我们一会儿就从后山走了。最后呢，我想让你记住，不管到什么时候，你都是中国人，都是中国军人，中国的将军。周军长，您放心吧，我是个中国人。说句心里话，我何尝不想跟你们一起从鹤山撤离呀？可我的这点兵力，根本不足以保护这些家眷。他们有的是市里将士们的家属，还有一些是走散和战死将士的遗孀，不能不管他们。为今之计，我只有暂时委身孙玉林，先安顿好他们，再解决部队的给养，再图一举。咱们这次是中了日本人的圈套了，追击部队能回来多少人，还是个未知之数。你要是能碰到战团长，帮我跟他说，想回来，我欢迎；要是想投奔你们共产党，我也绝不责难。放心吧，齐师长，只要你还有抗日的决心，你的兵，我们肯定会放回来的，绝不会刻意留下的。你们看，小高地下方1公里路段是打伏击的好地方。曹成你带一队骑兵，等敌人第1辆装甲车被炸停以后，你立即从敌左翼对最后1辆装甲车进行佯攻，然后迅速的从敌人的后方向前穿插到这里。在这个过程当中，尽可能的用集束手榴弹来给敌人造成杀伤，然后到前方小树林和我会合。二豆到。你带1个班潜伏在路边，曹成把敌人的火力给吸引走后，你们就出去，把这最后1辆装甲车给我干掉。是。齐峰，这个地方易守难攻，你带1个班在这里坚守，只要敌人的车停下来，就立即开火，让他们首尾不能相顾。大家都记住啊，我们这次任务是要迟滞日军至少1小时，绝对不能恋战。是。副支队长，公路上发现了日军车队向这边开过来了。白松，快下命令吧，别再犹豫了。好，要是做不出决定，我只好带着我的人先撤了。你敢！我现在是这儿的全权指挥，你如果不服从命令，我就马上执行军法。白松，
是怎么了？敌人的援军都要到了，你们还要内讧吗？挺进支队，把车放。郑队长，刚才是我冲动了。王宇，那边有什么情况？邱家胜还没来吗？我们在山上发现了敌人的增援部队，就决定留下阻击。邱队长让我向你报告，说他那边地形有利，他可以迟滞敌人1个小时以上，说这段时间留给你利用。留给我利用？他没说别的，没说让我马上撤离。没有，我问了利用是什么意思，他说你是行家里手，一定明白。知我者，邱家胜也。战队长，我有一个将计就计的计谋，请你务必服从我的命令。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僧头固了。王宇，你留下，跟着大队行动。你去通知邱队长，骑着王副区长的马，告诉他，如果我打绿色的信号弹，就让他马上向山区撤离。是。王宇，一起留下，听听我的计划。这次，我要告诉山下聪，什么是真正的计谋。報告します。命令。移動部隊の川崎大隊は20分以内に戦闘軍に到着する。戦闘軍に敵が上動することを彼に知らせた。2つ小隊は戦闘軍に包囲し、残った部隊は戦闘軍に返して、目の前の敵は準軍に包囲する。よくやった。今は君の人事が守れない。心配はないだろう。心配しなかった。援軍も到着したと言いました。新規が高かった。報告。命令。山下中佐、タカは手足しました。とても早かったです。敵は今になって世代を思い出し遅いんだぞ。酒井隊、部隊に追いつくよう命じくれ。はい。山下聪怎么没来？日军已经进入包围圈，快下命令吧，该出击了。又便宜这家伙了。
迫击炮准备，预定区域3发齐射，放！打！队长，敌人迎过来了，全队准备，打！大隊長、敵の騎兵は森の中の高地で稽古し、孫悟空の火力の資源もある山下部を支援するには孫悟空の森の中にいる敵を撃破しなければいけません。ノロノロするな。主体一つを一回させ、全ての迫撃を集中し、孫悟空と森にいる敵を砲撃せよ。奴らは一刻も早く全滅しろ。はっ、山のてっぺんに突っ込め。はい。中佐、在 KK に敵にマジボクセイズのマジだ。何？敵の指揮官は腕がつね。こんなふりな局面においても俺にやり返せるではな。命令，我们要連れてきて、きっと部隊をサッカーしに行け。はい。队长，这样，100多鬼子，就跑了20多个，其他的全消灭了。我们追到了三峡总指挥所，这家伙早跑了。按照你的命令，没有再追。战场已经打扫完了，随时能撤。清点部队，马上撤离。是。有鼠了！师长，鬼子撤退了。好。范松，哦，孙头姑那边打的还是很激烈，我们要不要派部队去接应齐峰和嘉盛他们？我打一发绿色信号弹，他们会自行撤离的。丁员，到，打一发绿色信号弹。是。那万一他们撤不下来怎么办？他们知道该怎么做。好，排着长队，撤退，撤退，撤！快撤！快撤！部队！詹团长，郑先生，听说你们打胜仗了，啊，差点活捉了单小聪，但是又让他给跑了。哎，郑先生，我们秦师长呢？我们被李兆堂和孙玉林围困在回马岭上了。秦师长为了保护家眷和孩子，无奈接受了孙玉林的改编。什么？秦师长让我告诉你，他是迫不得已，日后有机会，一定反正抗日。如果你们愿意跟随，可以去找他；如果不愿意，可以自谋出路。哎，真没想到齐师长会走这一步。我看贵军虽然生活简朴，装备也不好，但作战意志顽强，而且战略战术也灵活巧妙，
能打胜仗，不如我们跟你们合并了吧？太好了，欢迎啊！几场仗下来，我们正缺人呢。好，张团长，你们不少官兵的家眷都跟着齐师长走了，我看你们是不是还是先回到齐师长身边，把家里事处理好，然后跟着齐师长一起反正，重新成为我们的友军。当然，实在有不愿意跟随孙玉林改编的，有没有任何牵挂的，我们欢迎加入八路军。这家眷的确是个大问题，我的老婆和3个孩子也在家眷队伍里。这样吧，我集合部队，把这个情况跟大家伙说明白，走留自愿。郑先生，刘副支队长，我先去找齐师长安顿一下家眷，等安顿好了，如若齐师长不拘一齐，我自己带着武器，带着人来投八路。好，老赵，你觉得呢？就这么办。哎，政委，我怎么没看到嘉盛和齐峰啊？啊？齐峰被掷弹筒炸伤了，现在王玉正在给他做手术取弹片呢。伤得严重吗？在哪儿呢？就在那边。周家胜，周家胜，哎，周政委啊，你们回来了，齐峰情况怎么样？还在昏迷着，王玉在给他取弹片啊，处理伤口。平定支队的卫生员在里面帮忙，王玉不让其他人进去。好，我们就在这等。这一次战斗，庄学长、邱队长，你们可是立了大功呀！先是发现了日军的埋伏，后来又阻击了日军的快速部队，为我们争取了时间。哎，更重要的还是齐师长、战团长的全力支持，还有百松副支队长的正确指挥，我们才能在不利的局面下打出胜仗。周政委，齐峰没伤着，大的弹片取出了5片，不过还好没有伤到内脏，血也止住了，但是人到现在还没有醒，主要的问题是失血过多，我们这里也没有输血条件，剩下的就是要靠他自己硬挺了。王玉，你觉得齐峰他能挺过来吗？王玉，我相信他能挺过来。刘副支队长，刘副支队长，干什么？一个军事干部大呼小叫的。是啊，4中队回来了，向团长他们也回来了，线头部队就到3个地下了。走，看看去。周政委，我这边还有伤员，我就不去了，能不能让独立团的卫生队过来帮个忙？跟宣团长不用客气，我跟他说。好嘞。好。刘政委，蒋队长，林队长，贾胜，老首长，挺好。报告政委、副支队长，4中队全体归队，战斗减员7人，就盼着你们回来。蒋团长，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齐梦龙师长手下的骁将，战团长。哪里？秋风大名。小团长，你才是闻名遐迩、威名远播呀！欢迎你，谢会。哥，我觉得妹妹以前是端庄美丽，现在多了一份英姿飒爽。很飒爽。刘教员这次行动立了大功了，他对顾城非常的熟悉，有了他，我们的计划制定的准确无误，执行的干脆利索，是不是？林队长，你们抗大1分校的同志呢？1分校的人都归队去了。现在我要重新介绍一下了，林队长是我的政委了。哦，这次都跟抗大的领导要干部，那抗大的领导也非常的大方啊，就把领队长给了我了。好，刘教员身份也变了。哦，我遇到你们的上级季专员，说声要让刘教员留下，说他应该在这个祖国先生战斗过的地方继续工作。那就分到我们县吧，我们现在也缺干部啊。我已经答应季专员去蒙水县工作，这次就是避开敌人，绕道去报道。啊，
好。哎呦，差点忘了大事了，家少，你赶快带朱梅去看看王玉还有齐峰。齐峰受伤了啊？什么？他受伤了啊？伤哪儿了？伤怎么样啊？你别急，你别急。齐峰伤得不轻，但是现在情况还稳定。啊。家长带我去看看。对。我想也看看。哎，向队长，我们现在伤病员特别的多，你们的卫生队支援一下吧。对呀，对，支援一下，跟我来啊！朱梅，老于，你怎么来了？你还好吗？齐峰呢？齐峰怎么样啊？齐峰，他被炮弹扎伤了，不过还好，没伤到内脏。我已经给他做过手术了。王副师长，王副师长，我们来了。哎，你们有什么任务吗？王副师长，这就场给你奖励了，我会全力救助我们的伤员。辛苦你们了，我去就来。来，走，慢慢。怎么样，醒过吗？齐峰，那你叫过他吗？喊叫了，没叫醒。朱梅，你叫他。走。齐峰，我是楚梅。齐峰，你醒醒，我是楚梅啊。这些个武器弹药、物资都是跟鬼子交货的，全都留给你们。你都留给我们，你们怎么办？你就不要跟我客气了吧？该留的我们都留下了。啊，你们损失太大了，那必须给你们啊！太好了，我们弹药也见底了，是吧？也只有你们共产党的队伍才能这样啊！在我们那儿，为了这些物资，能把枪打起来。这团长，这种整巧战利品的行为，我们部队也有，而且这样的指挥员在本部队往往威信还很高。我们国家叫本位主义，但是我觉得咱样的行为不好。你作为指挥员，得有点全局意识吧？你看看人家挺进支队，为了全局的胜利，主动执行着最困难的任务，承受着巨大的损失。这武器弹药物资肯定得给你了吧？八路军做人做事，在情在理啊。行了，周成伟、刘副支队长，我们还有任务，我们就先走了。这么急吗？不在这里休整一天？我们得溜的鬼子跑了吧？等到战斗胜利了，再好好休整吧。齐峰，王玉，你快来！王玉，醒了，齐峰，局长，醒了。我在，齐峰，你醒了。你可吓死我们了！你为什么不要求来顾城工作呢？是机会和我的关系啊？有这方面的因素。计算员说。蒙水比顾城更需要干部，他还说，我爹是在那儿牺牲的，希望我留在那里打开新的局面。哎，知足了，这比以前那天天见面的机会会多一些。行了，明天我就得回去了，以后我再找机会来看你，你好好休息。不然王玉找我算账。你明天回去了？你是急着回去有事？
这次战斗缴获了一台使用干电池的收音机，居然听到了延安新华电台的广播。昨天我们听到德国法西斯悍然发动了对苏联的进攻。向团长留下收音机，8点开始广播。8点开始，延安的广播。那我得听，这多重要的消息啊！来，慢慢放啊。哎，没事没事。德国法西斯统治者已于6月22日进攻苏联。此种背信弃义的侵略罪行，不仅是反对苏联的，而且也是反对一切民族的、自由的和独立的。苏联抵抗法西斯侵略的神圣战争，不仅是保卫苏联的，而且也是保卫正在进行反法西斯奴役的、解放斗争的一切民族的。目前，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着反对法西斯而斗争，为着保卫苏联、保卫中国、保卫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在目前时期，一切力量需集中于反对法西斯的奴役。哎，怎么回事？老赵，这怎么回事？这是不是没电池了？我下午刚换的电池啊。哎，你办啥呀？就是收音机坏了。啊？是不是小鬼子不让咱听延安的广播？怎么一听就坏？日本人哪有那样的能力啊？就是质量不行。这日本货呀，中看不中用。好了，今天收听到此结束，大家各自归队吧。啊，走走吧。各位，苏联原本是支持中国的重要一方，现在自身也难保啊。若是日本人从东北、蒙古进攻苏联，苏联将受两面夹击，很难支撑下去。德意法西斯、同英法等许多国家开战，美国很明显是支持英法的，德国法西斯又和苏联开战，多线作战，犯了兵家大忌。反法西斯战线过去呢是各怀心思，西方想把祸水东引，苏联针锋相对的和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现在呢，大家都甩掉了包袱，扔掉了幻想，反法西斯阵营更加强大，也一致，也更加坚决。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坚持下去，同日本侵略者战斗到底，战斗到全世界的反法西斯阵营更加强大，取得最后的胜利。老周说的对，诺门坎一战，苏军把日军打得很惨，日军进攻苏联也是有所顾忌的。无论如何，我们现在的处境一定是更困难了。我们挺进支队不能在这个地方久留，面对日寇的扫荡，我们恐怕得转移。哎，王岳啊，得找个地方给齐峰养伤，他经不起我们部队到处转移啊。团长，庄子强来了。这么晚，他来干什么？跟他进来。是。进来啊！哎，张团长，张团长，小弟前来拜访，没打扰你休息吧？稀客呀！哎，庄队长，上次我好心好意给你一个立功的机会，也都说好了跟我撇清关系，可最后你还是把我害进监狱了。哎呀，这次啊，你不用这么麻烦，说吧，打算怎么害我？哎呀，张团长，上次啊，你看你把我害得也够惨。哎，咱把话说清楚了，谁害谁啊？我当时是不是跟你说的很清楚？你要是为难我就找别人，是你硬生生要了这个机会，对吗？张团长，
这不都过去了吗？啊，咱们那都是为皇军效力的，又是邻村的乡亲，何为贵？哎呀，张团长，你看，何为贵呀？有话就说，有屁就放。哎，我得先谢谢你，替我除了吕世清那个祸害，他来当副队长，我还能有好日子过吗？那老小子狡猾透顶，说不定我还真斗不过他。还得是你，一枪毙了，解了你的围，消了我的烦恼。就为这个，兄弟你也得重谢。一个心意，兄弟别嫌少。庄子强，哎，我张志平在你眼里面，就是这见财忘义的人。不，我缺你这点钱吗？哎呀，张团长啊，我不是这个意思呀，张团长，我差的是你这句话。哎呀，你有了你这句话，咱俩以前的账一笔勾销。张团长雅量，坐。哎，坐。哎，我来。有什么事儿直说。哎，我刚去过荣公团，山下先生让我带人尽快摸清楚各村对皇军的态度。山下先生这次正在制定一项竭泽作战计划，我看先生这次是要动真格的了，准备调集兵力，一个村一个村的收拾，所有反日的村庄，怕是要散光。归顺的村庄挖封锁沟建据点，切断和八路的一切联系。你跟我说这样吧，到时候这个消息一旦走漏了风声，皇军又得追究我的责任。不是，你还是害我呀！没，滚！哎，不，张团长，张团长，我不这么说你听不明白呀。先别着急，那你赶紧说。哎，说，大王庄据点出过事儿，3次中尉把村子烧了，这就算是惩罚过了。我是想在大王庄恢复据点，重建村庄。你看，你跟小野太君、黑木太君关系都不错，到时候替我美言几句，就别列入三光了，怎么样？就这点事啊？你还真不是来害我的。那你看看，你就是为了你那300亩地，还有那个大宅院，你早说呀！说句话不难。哎，黑木、小野那都是我酒桌上的常客。但是兄弟，我最近啊，这手头有点紧。你想想，孩子都俩了，这张家庄现在也指望不上。你说，兄弟明白？你看这，还有啊，是，那还有吗？没了，我就带来这些。哎呀。你说这钱吧，要的再多，也都有花完的时候。哦，也是。这样吧，你那些挣钱的买卖啊，每一个都让我入一股，怎么样？行，那往后，咱就可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兄弟了。兄弟，哎，我听说各个村都是由你的人去探底摸清吧？啊，你得跟他们交代一下啊，让他们嘴下留情。没问题。还有，山下先生那边对张家庄吕家寨到底是什么态度？你也得给我撂个实底儿，能不能不散光啊？这个事儿呢，山下太君刚跟你们警卫团的人说，你们的人住在黄沙河以南村子的太多了。你要是不说这忙，我也不帮了。反正啊，到时候也得开作战会议，我那个时候就能清楚了。张大力，宋哥，哎，别呀，张团长，你看这事闹得太……我只能这么跟你说，黄沙河以南那些村子的反日气焰太盛了，这次怕是保不住。你放屁！连庄会势力那么大，打张家庄、吕家寨打那么多回都没打下来。这次你为什么说就能打下来呢？这次山下先生的态度很坚决，
那具体的军事部署、需要的兵力大炮，那都是跟小野商量的。哎，正好，你找小野的时候可以问问他。张团长，鄙人之见，想办法通知家里人提前投命吧。放心，我请小野喝酒的时候，就说说你的事儿，再谈谈我的事儿。刚刚得到情报，山下村正在执行一个恶毒的劫泽计划，准备往顾城调集大量的日军和皇协军。日军呢，不少于一个大队；皇协军不少于一个团。而且这些部队都配备了专门攻击毁坏寨墙的大炮，要逐村清剿。凡是抵抗的，一律实行三光政策。彻底摧毁，不抵抗归顺的，则建立据点，修筑公路，封锁沟、铁丝网。公路是为了便于皇军的摩托化部队快速奔袭支援，据点封锁沟、铁丝网是为了切断归顺村与敌方的联系。就这样一步一步缩小敌人活动区域，让敌人很难在黄沙河以北活动，并且建立伪政权，实行联保制度。一人抗日，全家连坐；一家抗日，10家联保连坐。而且他们还准备实行余粮储备库制度，也就是要将全村所有的余粮都卖给由日军控制的储备库。根据情报，我们得知，黄沙河以南的根据地村庄都是这次他们清剿的重点。黄沙河以南的平原附属地区是顾城县敌军的主要根据地。既然这些村庄无法为皇军所用，我决定全部摧毁，形成几10公里的无人区，将敌人赶到平瘠山区，相继包围，彻底歼灭。咱们不能在孤立各村庄坚决抵抗啊，要采取一些变通的办法。咱得先把群众保护下来呀。变通啊，就是归顺投降呗。俺不同意哈，俺二村老百姓也不同意。哎，俺还得像上次一样，各村固守，挺进支队，相继救援。挺进支队呢，在这次扫荡中损失很大，现在只剩下不到400人了。武器弹药方面，虽然独立团有了些补给，但现在还远远不够。115师独立团已经接到其他任务，调离顾城了。如果敌人加强了一个大队，并且集中使用，我们很难解救。八路军不是说他们是鱼，百姓是水吗？那我就把水抽干，竭泽而渔，看这些鱼还往哪里游。咱们在黄沙河以北啊，离县城较近的村庄里面啊，哎，咱们把已经暴露的骨干先给他撤出来，把武器发给他们，让他们组织武工队。他们可以在家乡附近活动啊，可以出汉奸，对不对？哎，了解据点的情报，啊，做伪军的工作，为日后拔据点做准备嘛。啊，那些啊没有暴露的骨干，建立两面政权。他表面上是指应敌人，其实暗地里面是为咱们做工作。我同意庄区长的意见，不能硬拼。只要群众还在，那咱们就有办法。应该对不同的村庄采取不同的办法。这次听说皇军要调集重兵剿灭所有不归顺皇军的村庄，许多过去反抗过皇军的村庄态度都发生了变化，包括崔村、刘村、斑鸠村、大王庄等等。他们赶走了八路安排的村长和抗日分子，又选了良民做村长。现在黄沙河以北还有3个村庄没有明确表态归顺。这恐怕是八路有意安排着吧？我也怀疑过，所以我明确地告诉他们，口头归顺不算数，要给皇军交粮纳税，出工出料，修筑据点，挖封锁沟，拉铁丝网，领取良民证，建立保甲制度。余粮只能卖给皇军指定的仓库，不许跟八路有任何来往。
他们都答应了。黄沙河以南的村庄还是那么的顽固吗？我派出去的便衣队员没进村就被打回来了，还有的被村民打死了。看来我的计划是正确的。这些村庄不应当再存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就是来回的拉锯，有高潮也有低谷。现在最艰难的时候，也是考验我们的时候，啊！我们每个区必须要做到，绝对不能离开本区。挺进支队一定要坚守山区，绝不放弃。我和百松保证，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绝对不会离开故城县。我们一定要在自己的土地上和敌人抗争到底。好，张志平，你对这个计划有什么意见？先生，我有个请求。我请求不要让警备团参加这次黄沙河以南的行动。我是肯定会执行皇军的命令，但是难保那些家住在黄沙河以南的士兵不开黑枪。作为军人，任何命令都必须执行，你的下属也是一样。明白。来，大娘，进。来，小心，小心，小心啊！慢，脚下，脚下。来，慢点。大叔，大娘，你们好，我是庄西峰，我要麻烦你们一段时间了。区长，看你说的麻烦么？平时请还请不来的。放这块，放炕上。谢谢大叔。放炕上。慢点，慢点。轻点，轻点。谢谢啊。往房。哦，没事没事。来，小心。好。慢点，慢点，慢点。好，慢点，小心。是。哎。好，小心。大叔，大娘，区长，我可把庄区长就托付给你们了，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庄区长是敌人点着名要抓的人。王区长，你放心，到俺这儿，娘上的八路有好几个呢，都是俺们洋行了送走的。是。谁来俺就一句话，俺活着，八路就活着，俺就是死了，你得让八路活着，你就放心走吧。放心吧。叔，俺叫吕毅，俺俩好来照顾区长。他是区长的警卫员，也是青上员，一起留在这养伤。哦，是的，这山洞子里边黑，得有人照顾。是。我这有一些吃的，还有药品，你千万记着要给他按时换药。好，知道了。大叔，大娘，这里有5块银元，我们的经费有限，只能拿出这么多了，就当做是饭钱，还有草药钱。不行，那可不能要啊！区长，俺还供不起2个人的吃喝嘛。是。草药啊，都是俺自个儿采的，不值钱。不行，我们有规矩，你不拿我是要犯错误的。不行，这绝对不行。大叔，你一定要守着，一定拿着啊！不行啊，孩儿他爹，就先守着，这是八路军的规矩。守着。先守着。乖，那给区长买点好吃的。行啊。不要，不麻烦。去给东边睡。走。启峰，我跟家生就先回去了，这区里头还有一堆事儿等着我俩呢。你看现在正是急需用人的时候，我跑到这儿来多清闲来了，我真想和你们一起回去啊。回去你也是个累赘，你又跑不动又起不来，你就在这踏踏实实好好养伤吧。你要是有个闪失，这个朱梅她也饶不了我呀。季风，区里的工作不都安排好了吗？回去我们就落实，你放心。好。
区长，俺给你们送饭来了。叔，同学，你来了。来了。哎，叔，来，哎，警长。大叔来了。哎，区长，休息。哎，大叔。哎，先上去。吕姐，哎。大叔啊，哎呀，区长，这不刚收了麦子吗？要给你们做点好吃的。这鸡蛋是俺家鸡下的，你们啊，要是天冷的时候来，还真吃不上这个了。哎，吃吧，来，汤还热乎着呢。哦，区长，到了俺这儿吧，俺不管你有多大官儿，都得听俺的。俺家人没准谁来，每天给你们送点吃饭。吃饭的时候呢，你们可以出山洞动换，晒晒太阳。要是俺家的人没来，别管外面发生啥事儿，都不许出山洞。这邻村啊，就是鬼子的据点儿，老是来巡查。还有啊，这个山里边，一到晚上就有野兽不安全。还有身体有啥不对劲儿，就跟俺说，俺给你们检阅。大叔，哎呦，哎，大叔，谢谢你们一家人啊，区长，你放心，俺们听你的，照你说的做。行，吃饭，俺到外边望风。哎，你们吃饭吧。大叔，哎，吃饭吧。区长，俺们是吃还是不吃？李爷，区长，咱们都什么时候了，也不能忘了老乡对我们的恩情。吃吧，咱继续。老弟，这村子来的事儿就拜托你了啊！俺就在附近活动，有什么事儿就过来找俺。老夫，你们得放心走吧。你这把年纪了，什么都不怕。两面人的事情俺来做，鬼子汉奸俺能应付。有你们这个活动，有人想当汉奸，哼，俺也得掂量。老爹，老官儿，俺家里人以后就交给你们照顾了。放心吧，俺跟村里人都交代了，你们家的事，俺们大伙帮忙，都不许多嘴。有人问起啊，就说你们偷人都跑了。老弟，俺走了。出发，跟上，跟上。放心吧。孩子们保重啊！大叔，您还是带头疏散撤离吧。我们得到了情报，山下从这次要对咱联庄会的这些村子下毒手了，要全部抢光、杀光、烧光，要制造无人区。俺不走，乡亲们也不愿意走啊。这么多人，往哪里走啊？鬼子要是来了，还是那句话，跟他们干。大叔，请您相信我们抗日民主政府能抵抗，我们绝不退缩。但这一次我们反复的计算过了，敌人来的太多，还有大炮，这硬抗可能会被全部杀光。村里没有地方去的百姓，区里也都安排了疏散地点。大叔，您是头领，
河南岸这些村子的百姓都看着您呢，您不撤，大家都不撤。可这是上万乡亲的性命啊！庄区长去养伤，其实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吕家寨和您。我们都知道，您是英雄盖世的血性汉子，可是这打仗他也有进有退呀。敌人走了，我们还能再回来；村庄毁了，我们还能重建。可是这人没了，就什么都没了。400年的吕家寨啊，十几代人在这繁衍生息，毁在俺手里。俺这是个罪人，俺对不起列祖列宗。大叔，您不是李家寨的罪人，您是吕家寨的英雄，连庄会的英雄。你多次带领吕家寨和连庄会抗击敌寇，保全了乡亲和村寨，所以大家才拿你当头领，跟着你走。这一次，你也要带着大家避开鬼子的锋芒，保全上万乡亲的性命啊！好，俺听政府的。可是啊，俺也想请政府帮着办几件事。大叔，您说。第一件呢，就是吕家寨自卫队，家里能走得开了，都带上武器，参加八路。这是对我们的支持，没问题，欢迎。第二件呢，俺这些年存下的钱粮，不能留给日本鬼子，一部分呢，俺捐给八路作为军饷军粮，一部分贴补给乡亲们作为逃难的盘缠，请政府帮着分配运走。大叔，你自己也得留够了用度。俺用不了多少钱粮，我这世上这才不能冲锋陷阵了。俺去青岛投奔一个朋友，养好了伤，俺要回来。那还需要我们做什么吗？就一件事，算是俺吕世才求你们帮忙的。大叔，您说，我们一定尽力。俺想请政府找个安全的地方，建个简单的祠堂，还要把祖宗牌位、族谱石碑都请过去安放。等到有一天，再把日本鬼子赶出古城，赶出中国，俺要带着列祖列宗回来，重建祠堂，光宗耀祖。大叔，我们一定帮您办。您放心，您期盼的这一天一定会到来，我们的村庄也一定会回到我们自己的手中，我们的祖先和我们的后代也肯定会为了我们这一代人浴血抗战、收复家园、收复河山的壮举而感到骄傲和自豪。